好了，那么在我们说完等价路由啊，就是有多条路由可以作为相等的这个出口以后，下边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东西，叫做最长匹配原则，或者叫做最精确匹配原则。在我们的路由表里边啊，我们翻回头来看这张表，其实呢，在我们的路由表里面呢，有很多的路由，对吧？有很多的路由，比如说有一个目标地址是3.3.3.0/24，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东西呢，代表去往这个网段啊，一般我们都叫做代表了去往这个网段3.3.3.0/24这个网段。事实上，网段代表了什么呢？啊，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IP 地址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知道网段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主机的或者说是一个 IP 地址的范围，它是3.3.3.0到3.3.3.255这个范围，我们可以用斜杠24来表示。因为我们如果说一个 IP 地址啊3.3.3.1/24，那么它是落在这个范围内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啊，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网段，或者说它代表的是一个范围。那么很显然，如果拿它作为一个范围来说的话，那么斜杠32就是唯一的一个 IP 地址。这个东西呢，我们一般的叫做主机路由啊，3.3.3.1/32这个东西它叫做主机路由了。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斜杠32就是3.3.3.1/32是3.3.3.0/24的一个子集，也就是说它是它的一部分啊，这个东西是它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里边就出现了这样两个相同的啊，或者说两个指向同一个目标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是比较精确的，对吧？一个是相对来说粗糙一些的，啊，一个斜杠24，一个32。那么如果说这台路由器真收到了一个目标地址是3.3.3.1，啊，真收到了一个目标地址是3.3.3.1的这个 IP 报文，那么它应该从哪个接口转出去呢？或者说它应该按照哪条路由来操作呢？事实上，对于这张路由表来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后边，无论是走3.3.3.0还是走3.3.3.1/32，这两个东西最终它所获得的接口是一样的，都是 S2 啊，都是这个叫做 Serial 2的串口。但是路由器会根据哪个条目来执行这个操作呢？这个地方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我们要讲到的东西，就叫做最长匹配。好，那么如果路由器收到了一个 IP 地址啊，或者说收到了一个不能说 IP 地址，应该是一个 IP 报文，那么这个 IP 报文的目标 IP 是多少？我要去查什么呢？路由器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查路由表。路由表以后，目标地址和掩码分别做与操作，就是把它们两个啊做一个操作啊，你的目标地址是多少？然后呢，和我的掩码做与操作，做完了以后，路由表中得到的结果呢，去对比路由表中的目的地址，就是对比路由表的那个条目。如果匹配有匹配项，那么注意挑选出最长匹配项，就是挑选出那个最精确的匹配项。这样说呢，可能很枯燥，大家呢理解不了。那么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注意，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不看上面这个字啊，我们先来看下面这段东西。这个是一个路由表了啊，这是一个路由器上的一个表象。那么在这个表象里面，我们来看有一个0.0.0.0/0，那么这个呢，我们称之为默认路由或者叫做缺省路由。这个我们最后再说啊，我们后边呢有内容去说它，这个我们先不管它。然后8.0.0.0/8，这是一个主类网络的路由条目啊，然后它的是 RIP 学来的，优先级是100，开销是3啊，下一跳是它。还有一个9.0.0.0/8，这个呢，是 OSPF 学来的，它的优先级为10，它的开销为50。还有一个，注意看9.1.0.0/16，它很明显，这个东西是9.0.0.0/8的一个子集，啊，很明显是一个它的子集。然后它却是通过 RIP 这个路由协议学来的啊，优先级是100。注意，
在这里边，他们两个，注意了，两个东西掩码啊，这个目标和掩码不一样，这是两个路由条目。虽然说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子集，但是这是两个条目。记住，这是两个条目。那么在这两个条目的以后，一个精确一些，对吧？一个粗略一些、粗犷一些。那么剩下的啊，什么11是20，我们就不看了。然后我们来看，路由器收到了一个 IP 报文，它的目标 IP 是 9.1.2.1 啊 9.1.2.1。那么它会把这个东西目标 IP 放到我的路由表里面去匹配。那么谁能够跟它匹配上呢？事实上能够匹配上的一共有3个。第一个 9.0.0.0/8， 这个代表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匹配上的。这个东西代表了什么？这个东西代表了 9.0.0.0 到 9.255.255.255，对吧？它代表了9开头的所有的 IP 地址的一个范围。而对于这个 9.1.0.0/16 来说，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 9.1.0.0 到 9.1.255.255， 它代表的是这个下边这个啊，它代表的是 9.1 开头的 9.1 点开头的这个 IP 地址的范围。很明显，下面这个范围小，上面这个范围大。事实上还有第3个，也就是说 0.0.0.0/0，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做默认或者叫做缺省路由，它代表的是所有 IP。也就是说，不管你的 IP 地址是什么，都可以被它匹配上啊。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说到，在这儿呢，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这个网络里面有3个条目都能匹配这个目标地址，那么再往下看，那么它到底会选择这3个之间的哪一个去完成转发操作呢？这个时候就用到最长匹配原则，就是说什么呢？有匹配吗？有啊，挑选出最长匹配项。什么叫最长匹配项？匹配的位数越多，那么就叫做匹配的越长。记住这一点，匹配的设备越多，就叫做这个东西越长，匹配的越长，那么匹配的越长就应该越被优先选中。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如果 9.1.2.1 跟这个全0这个东西来匹配，那么其实是一个都配不上，因为你说是所有的，那么反正我就试你这个范围里面的就完了。那么如果这个条目去跟它来匹配的话，去跟 9.0.0.0/8 来匹配的话，那么意味着我前8个 bit 是和你一致的。看，我这是9开头的，你也是9开头的，对吧？然后后面你说后面3个字段啊，或者说后面3个字节随意，那么我这儿就随意了，我肯定能跟你匹配上，至少我跟你有8个 bit 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匹配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我是 9.1 点开头的，你也是 9.1 点开头的，后边这个无所谓。那么我们2个有16个比特位，注意啊，一个点里边是8个比特位啊，这里边有16个比特位实现了一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里面16个比特位匹配了。好了，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对于这个来说匹配了16个比特，对于这个8个比特，对于这个1个比特都没有，那么3条路由会选谁？选匹配位数最多的就是16的啊，这个就叫做最长匹配。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你只要能够跟我这3个都匹配，那么掩码的数值越大，那么匹配的数目就越多。注意啊，掩码的这个凡是跟你匹配的啊，或者说你凡是能落在这几个范围里边的，掩码的位数越大，那么就说明我们匹配的数量就会越多。那么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匹配的这个位数越多，就越容易优选。所以说在某些网络里边，我们来看这个图，如果真的有一个去往 3.1 或者 3.3.3.2
的这一个数据包文的话，那么事实上你最终你应该匹配的是谁？是匹配的这个斜杠32的条目，因为这个斜杠32说明 IP 地址一共就32个 bit， 你都给我匹配上了，那么它是最严格、最严谨的匹配，必须要选它。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最长匹配原则是这样的，就是找路由表里面跟你的目标地址或者叫做目的 IP 匹配位数最多的一条路由。好了，我们现在定下来了，匹配位数最多的瑞普学来的这个倒好说了，下一跳是谁？下一跳地址是 120.0.0.2， 然后出接口是 S0-1， 也就是说要从0-1这个接口扔出去。如果你匹配了这个，你会发现它从 E0-0 扔出去了，这个很明显路径就不一致了。而对于这样的东西来说，在我们的网络中，有的时候是好事，有的时候是坏事。如果我诚心的想修改这个网段中某些地址的路径，那么我可以比如说有 9.1.0.0/16吧，我还有可能我说这个你就给我从这儿走就行了，然后我说什么呢？我说 9.1.1.10 这个 IP 地址你给我从另外一个接口走，那么我可以在路由表里面通过其他手段，你别管是这个 protocol 里面甭管是静态的还是 RIP 的还是 OSPF 的，反正我做出来一个 9.1.1.10/32 的路由放在这儿我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放在这儿，那么对于大家来说或者说对于数据报来说，凡是 9.1.1.10/32 目标地址是它，跟我严格匹配，那就按照你的来这个有的时候呢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我们玩笑我们说32位的路由可以拯救一切当然这只是个玩笑。那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的网络里边，在我们 P 级课程讲到这个OSPF 或者在讲到一些路由聚合的时候在 P 级课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配置或者你的考虑不当的话，你会做到既有这种 9.0.0.0/8 的，也有 9.1.0.0/16 的，还有可能有 9.1.2.0/24 的路由充斥在你的路由表里。在你的路由表里充斥着这么多以后呢，每一条路由的出接口的方向都不一样，那么你的这个路径就和你最开始规划的有出入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就是不好的。所以说最长匹配这个东西在做路由选择的时候，或者说在转发数据包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好，这是我们要说到的路由器在转发数据的时候如何去插路由表。最后一个问题，路由的环路。我们在讲生成数的时候我们在讲2层的生成数的时候谈到了我们的网络是很怕环路的那么在我们的网络一旦出了环路，生成数或者说2层网络，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去了它会不断的去环，然后产生广播风暴。然后路由的环路其实也不好，为什么呢？比如说 C 认为走 B 到某个目的地C 认为走 B，B 认为走 A，A 认为走 C， 那么其实 A 的选择是没错的，到达这个 D 这个弯是 A 必须走 C或者走 B 也行，反正你看着办嘛，C 是最近的嘛，就过来了。但是 C 在这个地方选路出现了问题，就是在 C 上面觉得应该走 B， 那么就到了 B 了。B 呢认为应该走 A， 那么就到了 A 了。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路径就是一个环路。那么如果我们的路由或者说我们的3层网络里面出了环路，依然是有问题的，依然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危害不如这个2层的环路那么大我们就仅对危害而言，因为 IP 我们说过 IP 有一个 TTL 的，在路由器之间转发数据是每过一个设备都要减掉1的。每过一个设备都要减掉1的 TTL 一旦减到0，那么就认为不可达，就丢弃了。所以说呢，这个数据报文不会在这里面形成大量的风暴，因为你在这儿转发个200多次，对吧？ TTL 最大值255嘛，
减到零，也就是你被转发个200多次，你在这儿跑个100来圈啊，那么也就差不多就没有了，啊，也就差不多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被丢弃了，不会产生那种风暴。而对于2层的环路来说，它是有风暴性的啊，因为它没有 TTL， 它就会一直在这儿不停的转，不停的转，不停的转，那么那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下啊，环路的可怕程度或者说危害程度不如这个2层的危害大，但是依然我们要避免，因为毕竟一个数据啊，无意义的在这儿跑了那么多圈，消耗了我们的带宽，消耗了我们的转发能力啊，所以说我们依然还是要把它干掉的啊。路由环路也是不对的啊，环路首先要说也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在设计或者在配置网络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免环路的出现。而对于我们之前介绍到的动态路由协议，它的2大主要功能，一个是避免环路。啊，一定要想办法动态路由协议里面避免环路。第2个功能叫做选择最佳路径。啊，所以说路由协议呢，基本上都有一些避免环路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的强弱啊是有区别的。好，那么在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啊，在 P 级课程里面，我们依然会不断的介绍到各种路由环路产生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如何去把它规避掉。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章节啊，或者说这一个篇章所要谈到的基本的路由的一个概述。那么对于我们的基本路由概述来说，我们想回想一下，我们是从哪儿引入的这个概念？啊，是由于VLAN和VLAN之间不能访问，对吧？我们在2层上已经把它隔离掉了，就是在以太网的这个第2层数据链路层上完全不能访问了。那么 OK， 我们往后说，我们说通过 IP 层是可以提供一个 VLAN 和 VLAN 之间的访问的，啊，然后呢，我们说在 IP 层的转发就叫做路由，对吧？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然后在路由里边啊，特别是在后边的这个部分，我们说到了几个东西啊，一个叫做路由的优先级，一个叫做路由的这个开销啊，或者叫做度量。这2个东西，注意，优先级和度量是用来决定一台路由器选择哪个条目来放到自己的路由表里面的。也就是说，路由表里面出现这个条目的时候，为什么出现的是这个条目，是由优先级和度量啊，我们叫做 cost 啊，这个优先级呢，我们可以写成 preference 来完成的。但是，一旦这个表象出现在你的路由表里面了，然后我们在转发数据的时候，啊，我们在转发数据的时候，那么我们实现的是最长匹配的功能，啊，实现的是最长匹配的功能和原则。也就是说，这条路由该不该出现在表里面，由优先级和 cost 来决定。但是只要它能够出现在表里面，那么用不用它靠什么呢？转发的时候用不用它这个条目，靠这个最长匹配。如果你的匹配位数确实比别人长，那么你就会被用；如果你的匹配位数不比别人长，那么你就不会被用到。啊，那说如果我的匹配位数跟别人一样长呢，那叫做等开销负载分担，就是这个东西，等价路由啊，那叫做等价路由。好了，你看这个里面嘛，就是这样的啊，一样长。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啊这一个篇章的内容，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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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内容。